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你们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今天这期影片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应该要如何投资美国的整体股市。那很多人都会问，世界这么的大，有这么多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投资美国的整体股市？那答案很简单，因为美国的经济依旧是全球的主要引擎。那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2024年美国的名目 GDP 是来到了 28.75 兆美元。那全球的话呢，大概是110.98 兆美元，也就表示说，美国一个国家它就占据了全球1/4的经济体量。那美国人口是 3.5 亿左右，那全世界的人口呢是高达了81亿。那这样就表示说呢，美国的整体人口呢占全世界人口不到 5%， 但是它却贡献了将近 25% 的经济体量，这是非常的夸张。那如果只是依照全球可投资的股票市场的权重来进行计算，全球的股市啊，美股就占据了 60% 到 65% 哦。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如果我们买下了全美国，本质上呢，我们就是参与了全球最核心，而且呢流动性最高的一个经济增长引擎哦。好，那至于要如何买下全美国呢？那最常见的一档 ETF 就是 VTI。那 VTI 这档 ETF 就是由约翰伯格，也就是指数教父他的公司呢所成立的一档 ETF。那这档 ETF 呢，它就是投资美国的整体市场，包含了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几乎把美国可投资的股票市场啊买好买满，我全都要。那讲到这边，大家一定还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其实你们已经有投资了一档 ETF， 它也是非常的接近美国的整体市场。那档 ETF 就是标普500指数的 ETF， 好像是台湾的00646元大标普500，或者像是美股 ETF SPY， 或者是 IVV， 或者是 VOO。那这几档 ETF 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是追踪美国的标普500指数。那标普500指数就是筛选在美股上市的公司，那它的市值的话呢，就是依照大到小来进行一个权重的排比，那基本上呢就会纳入500家公司，所以标普500指数就是一档大型股的 ETF。那这个大型股的 ETF 它的权重呢占据美国的整体市场大约是 80% 到 85%， 那剩下的 15% 左右呢就是中型股的公司跟小型股的公司。那有非常多的人其实就已经重压在 S&P 500指数上面了。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加的涵盖美国的整体的股市的话呢，那其实你可以直接纳入中型股跟小型股的 ETF， 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那既然要纳入中型股跟小型股的 ETF， 那到底有哪些 ETF 是比较好的？那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有2个主要的体系，一个是标普的体系，另外一个就是罗素的体系。那什么是标普的体系呢？因为我们都听过标普500指数，那标普500指数就是追踪美国的最大500家公司。那接下来有一个指数叫做标普400指数，那标普400呢就是中型股的指数，那再来就是标普600，那就是小型股的指数。所以呢，标普体系的话呢，总共可以到标普1500，那就是纳入大概1500家公司，那涵盖美国的整体股市当然就会比 S&P 500还要多。那另外一个是罗素体系的，那罗素指数我来简单做个介绍，它是由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旗下的富时罗素所提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这个指数呢也是非常的著名。那目前呢，全球投资在这类指数 ETF 上面的资金啊，就已经超过了10兆美金哦。所以罗素指数呢跟标普指数在这个投资界指数投资界都是非常著名的指数哦。那罗素体系的话呢，它就是有罗素1000指数，那罗素1000指数呢就是单纯依照美股的市值来进行排列，然后找出1000家公司。那再来就是罗素2000指数，那罗素2000指数就是剩下的，然后依照1001到3000来进行一个排列，然后总共有2000家公司。那所以呢，罗素体系的话呢，它总共涵盖的公司量呢就可以高达3000间公司，那更是涵盖了美国整体可投资股市的 98% 哦。那这2个体系的指数都非常的著名，不过呢，它的筛选方式就有点不太一样咯。像是罗素体系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看市值来进行一个排序，所以你市值只要达标就可以纳入进来。但是标普体系的话呢就不太一样，标普体系它还有一个获利的一个筛选门槛，它要求呢它的成分股啊，像是标普500的成分股，它要连续4季获利正值才可以把它纳入进来。所以呢，你可以把标普体系认为说，它就是看市值排名，但是呢它还会要求它的一个品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几档 ETF 可以让大家进行参考。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表格就是要如何去买下全美国的 ETF 推荐。那第一个 ETF 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元大 S&P
S&P 500指数的 ETF， 它00646。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VTI， 就是 Vanguard 整体股市的 ETF。那后面的话呢，就是 Vanguard 的标普500指数 ETF VOO。那接下来就是标普400指数的 ETF IJH， 以及标普600指数的 ETF IJR。那这两档 ETF 的话呢，就大家比较少听到，不过呢，它在美股投资人当中也是非常的著名。那剩下两个就是罗素1000指数的 ETF IWB 跟罗素2000指数的 ETF IWN。那他们的股票代号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基金注册地除了00646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在美国上市的，所以你只要开一个美股券商，你就可以购买这些 ETF。好像我自己就是使用 IB 投证券来购买美股的 ETF。那他们的追踪指数呢，我也放在下面这边。那成立日期我们可以看到，最晚成立的就是元大的标普500指数 ETF， 它在2015年成立的。那其他 ETF 基本上都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那股票价格方面，00646它的股价是68块台币一股。那其他 ETF 就是使用美元计价，就是几百块美元左右。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要购买这些 ETF， 你觉得你的资金不够的话呢，你也是可以购买零税股的你可以买 0.01 股都是没有问题。那成分股方面的话呢，就是蛮大的差距的。元大的 S&P 500指数 ETF 它的成分股是500个。但是呢，如果是 VTI 这档 ETF， 它要直接买下美国的整体的股市嘛，那它目前呢是高达了3500的成分股。那 VOO 这档 ETF 呢，它因为也是追踪标普500的指数，所以说它的成分股也是500左右。那其他这几档 ETF 就很符合他们的一个指数的筛选，好像是 S&P 400就是400档左右，那 S&P 600就是600档左右，那罗素1000的话呢就是1000出，那罗素2000的话呢就是1900左右。那这些 ETF 他们的基金规模差距就非常的大，像是00646它的一个基金规模只有11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就是300多亿台币。但是如果像是 VTI， 它的一个基金规模将近6000亿美元，那 VOO 更是高达了8600亿美元。所以说呢，他们的一个基金规模相对我们台湾的元大00646是差距非常的大。那就算是其他的 ETF， 像是 IJH 跟 IJR， 这两档 ETF 一个是中型股嘛，一个是小型股的，他们的基金规模也大概都是1000亿美元哦。那我从这个表格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到了一件事情，有很多投资人其实他也是在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那就是呢，他已经买了非常多的 S&P 500指数的 ETF， 好像是他可能买了 VOO。 那有持有 VOO 的投资人，其实他们很大一部分他们想要纳入小型股到他们的 ETF 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就会去选择像是罗素2000这档 ETF。 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罗素2000这档 ETF， 它的一个基金规模是高达了751亿，但是呢它的罗素1000大型股同一个指数但是它是大型股的 ETF， 它的基金规模竟然只有463亿。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其实这一档罗素系列指数的 ETF 其实它的小型股是比较多人会去接受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已经买了 S&P 500指数，然后呢想要添加了一些小型股的指数，那他们就选择罗素2000来纳入。那接下来是内扣费用方面，那内扣费用方面就差非常的多，好像是我们台湾的00646，它年度内扣费用是高达了 0.7%， 那如果是 VTI、VOO 只有 0.03%， 那 IJH 跟 IJR 也只有 0.5 或是 0.6。 那其他的像是罗素系列的，虽然他们比较高，但是呢他们也只有 0.15% 跟 0.19%， 相对于我们台湾的00646来讲是小上了非常的多。那像是 VTI 跟 VOO 它的内扣费用只有 0.03%， 只有00646的1/20哦。好，那接下来是股息配发方面，那元大标普500指数它就是没有配息的，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他们配息大概就是在 1% 左右。那大家不要觉得说00646它没有配息，所以呢它不会被扣美国的预扣税，它一样还是会被扣美国的 30% 的股息预扣税。那它的扣法其实很简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这档元大00646呢，它就是直接去投资美国的500家公司嘛，那这些公司呢它配发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被美国政府扣 30% 的股息预扣税。所以我们的元大标普500 00646这档 ETF 拿到股息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是被完税了，就是扣完股息预扣税，然后这档 ETF 就将这些股息纳入它的基金净值当中，接下来呢它就没有配息出来，所以你投资00646一样也会被扣美国的股息预扣税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几档 ETF 它在过去几年的绩效，那我总共呢从2017年拉到2025年，你可以发现到它每一年的绩效其实呢排名都不太固定，那基本上表现最好的就是 VOO。 不过呢我们台湾的00646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它的绩效表现好像蛮不错的。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元大标普500指数它在2025年它的绩效竟然比VOO 同样都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它的绩效为什么会比较差，然后在2024年又比较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汇率的关系。那主要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台币大幅的升值。那台币大幅的升值，然后这档 ETF 它又是持有美元资产，那美元资产换算回台币的话呢，那当然就是绩效会变得比较差。就像是2021年也是一样，2021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美元大幅贬值，台币大幅升值，所以导致美元的资产换算回台币的价值就是大幅的缩水。那我们投资这种海外型的 ETF 产生的这种汇率风险，很多人都会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呢，如果你是长期投资，好像是如果我们投资10年或者是20年这种海外类型的 ETF， 那只要呢我们没有把钱领回来，然后这10年20年我们可能赚了200%或者300%，那这时候呢就算汇率的波动让你亏了大概10%左右，那其实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小。汇率波动呢造成的影响主要是那种像是你进行外汇交易或者是你是进行一个短进短出，马上买马上卖，然后马上换回台币，那当然汇率波动就会比较明显。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啊笨蛋！打你！但如果你是长期投资，那基本上它的一个汇率的影响就是非常的小咯。好，那看完这个绩效图，你可能会想说，Kevin， 你这张图显示标普500指数，它的绩效就是比那种小型股跟中型股还要好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去补充那一种剩下的15%那一种美国的小型股纳入我的投资组合当中？好，那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这是一个静音的偏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数据呢，顶多就是10年左右。那10年左右，其实它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整体股市，因为美国呢，在最近这10年，其实他们的大型股它的涨势是非常非常的凶猛，好像是 Apple 或者是微软，或者是特斯拉、Google 等等，都是这些大型股来拉抬美国的整体的股市。但是这个状况呢，其实在美股的历史当中，并不是常常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我是拉1987年到2012年美国的股市的一个表现。那红线的部分就是美国的标普500指数，那蓝线的话呢，就是罗素2000指数。那罗素2000指数就是小型股的指数。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个指数？它们有一个趋势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呢，如果你的股市呢刚从那种大崩盘当中进行复苏的时候，涨最凶的往往是小型股的指数，像是2002年年底到2008年年初，你有发现到蓝线的，也就是罗素2000指数，它的涨势是比标普500指数还要凶猛，因为主要就是2000年年初的时候呢，是发生了科技泡沫破裂，所以那个时候呢，不管是大型股的指数或是小型股的指数到大崩盘，然后到2002年开始复苏，小型股的涨势就比大型股还要凶猛，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开始复苏，因为2008年次级房贷危机嘛，又是一个股市大崩盘，然后小型股呢在复出的时候呢，它的涨势也是一样，比标普500指数还要凶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 Kevin 的想法就是在经济复苏的一个阶段小型股它的资产它的公司的市值要快速的成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大型股，因为你的市值你的公司已经够大了，你要让你自己在快速的成长什么 100%、200%， 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经济复苏的初期或者是中期的时候呢，其实小型股它可以带来更高的一个成长动能。那你有其他的看法吗？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好，那如果你已经有标普500指数的ETF， 然后你想要搭配成全美股的投资组合，那就是将你的标普500指数的比例抓 85%， 那剩下的比例的话呢，就是 15% 可以去买那种罗素2000的 ETF， 或者是买 S&P 600的 ETF。好，那我们要如何购买这些美股 ETF 呢？那我自己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这个美股券商。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是美国标普500指数的一个成分股，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买标普500指数的 ETF， 你就是有买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它的市值加总起来，比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富邦金、国泰金跟中信金的市值加总起来都还要大哦。好，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券商上面我们要如何购买这几档 ETF。那我们只要开户，然后呢入金之后呢，我们登录这个券商的平台，然后在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呢，搜寻这个股票代号，好像是我们想要购买 VTI， 那我们这边就输入 VTI。好，输入 VTI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股票 and ETF。点击下去，那这边的话呢，就是 VTI 它的一个相关的投资标的，那我们就选择上面这一档 ETF， 然后我们点击下去，然后再点击它的股票。好，那点击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档 ETF 它的一些资讯，包含它的一些线图。那它目前的价格就是 337.52 块美元。然后这档 ETF 后面这边你可以看到 ARCA， 那 ARCA 就是它的一个交易所，那这个交易所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那如果你要进行购买的话呢，你就点击买入的买。
然后点击之后呢，你这边就可以输入你要买的一个数量你的股数，好像它这边预设的话呢就是1股1 share。那如果呢你想要买 0.01 股，你这边就输入 0.01。好，那输入 0.1，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就有进行换算，你这样购买就只要 3.3 块美金。然后呢，接下来这边的话呢，可以问你说，你要限价单，还是你要市价单，还是你要进行一个其他的订单？然后这边的话呢，就选择限价单。那价格方面的话呢，当然就是要比现在的市价还要低像是我这边可以输入330。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下面这边就可以问你说，你是什么时候要成交的？你成交期限有多久？那这边就是1日以内，1日以内只要到330块钱，我就会成交。然后旁边这边有个常规交易时间以外，那常规交易时间就是美国的开盘时间。你只想要在开盘时间交易的话呢，你就点击 No。那如果你想要在开盘交易时间以外，好像是一些开盘前或是盘后这些比较少众的人在交易的时段交易的话呢，你就点击 Yes。好，接下来这边可以设定止盈单或者是止损单。那如果你设定好之后，你就点击预览。好，点击预览，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这次交易总共要花费多少钱。你可以发现到你这次买入是 0.01 股嘛，然后我们每一个限价是330块，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花费的是 3.3 元。但是呢 ，IB 银透证券交易有一个手续费，然后它最高交易手续费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你的手续费就是 0.03， 那总共花费就是 3.33 美金。那如果你确认的话呢，你就点击提交买单就可以咯。那除了用股数的方式进行购买之外，你也可以设定你的金额，好像是你想要买入1万美元，你这边就设定1万。好，你设定1万的话呢，它这边就会跟你讲说你总共会买入多少股，它这边就显示给你看。然后你的限定的价格的话呢，也是一样显示在下面。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一样点击预览。好，点击预览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到它的交易佣金相对来讲就会少上非常非常的多。以比例来看，你可以发现到我们这次花费，我们本来要花费1万块钱，然后呢加入了交易佣金大概只有 0.36 块左右，这个手续费相当于是0.03%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 ETF 买下整体的美国股市。好，那我是使用 IB 银透证券。那如果你对 IB 银透证券有兴趣，你可以先加入 IB 银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那这个交流区是由 Kevin 我自己所创立的。那目前它的成员呢已经超过了9500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先加入这个社团，看这边的用户呢他们是如何的使用以及他们的使用心得。那如果你想要现在就直接开户的话，你也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那我教大家如何开立 IB 银透证券的账户。那它现在开户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门槛而且呢它最高的话呢可以回馈你将近1000美元的 IBKR 的股票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其他喜欢使用指数投资的投资人，相信会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好，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全球的主要因为美国的经济依旧是带领着全球发展，因为美国的经济依旧是全球的主要引擎。那答案很简单，